上场的庆姐。通过前面的这吐槽，是不是就觉得庆姐的人生很励志，而且人生的那个剧本比很多影视剧的剧本跌宕起伏？剧这么写，有人说假的，不敢信，但是小庆姐从来不怕跌倒，想争什么就去争，而且她的人生就不怕从头再来。举个例子啊，可能有朋友都没印象了，脱口秀大会第1季，小庆姐就来了。没表现好，那会儿观众还现场投票呢，拿了48票，这不怪人家呀，对不对？人家是第一次来演脱口秀，主要得怪节目组，你也不做票。这48票，小庆姐惦记了好多年，这次小庆姐要从头再来，再次回到脱口秀的舞台上。小庆姐放心，今天您就想怎么讲怎么讲，踏踏实实的。今天他没投票去，咱自由发挥。有请今天的主咖刘晓庆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晓庆。我确实喜欢刷一些关于我的新闻，非常有趣。上午刚刚刷到我死了，下午我又多了一个男朋友。有句名言说得好，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难，做单身名女人难上加难。是的。这句话是我在1983年说过的。宋丹的引用以后被全国人民知晓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至今也没有明白我说这句话的重点。我这句话的重点是，我很难单身。网上谣传我有8个男朋友，节目组真的不会策划，请什么赵英子啊、赵小慧呀，我都不太认识，就应该把我8个男朋友请来。观众想认识他们，我更想认识他们。而且8个男朋友，你们觉得多吗？我觉得太少了。80、90年代，有几万个男人说是我的男朋友，到今天只剩8个了。我觉得男人们真的应该加强锻炼。身体可是你们黄昏恋的本钱，我有的是本钱。我是第1个进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女明星。那一年我排在第42位，第2年第45位，第3年我就翻车了。后来就开启了我的第2段人生，从零开始找工作，所以我也算个00后。你们还老说我演年轻人，00后不就是年轻人吗？包的。包的，好可爱呀！我现在也拍短剧，短剧对你们来说是爽文，因为太夸张了，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人生啊。短剧标题经常是什么重生之什么什么，太符合我了。
我就经常重生啊。上一世我是大女主，这一世我重生在横店跑龙套之重回巅峰。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，当过作家、企业家、主持人、制片人、导演、群演。现在的年轻人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，大环境不好你就换一个嘛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只要环境对，永远是女主。耿大勇总是对外说我提携了他。大勇，我是开玩笑，你要独立哈。你要有自己的主体性。那么多的年轻人，我为啥要携个老的？我还有8个男朋友要照顾呢。周扬青，打羽毛球就是比整容管用。我反对你这么诋毁体育运动，运动是生命之本，你一定要加强锻炼，不然眼睛整得再大也看不清楚渣男。赵英子喜欢我，模仿我，但是没有模仿好。模仿我怎么会晕倒？应该模仿张纪中才会晕倒，我从来不晕倒，我都是让别人为我倾倒。对你来说这很难模仿，因为得先有人喜欢你。喜欢一个人的前提是一个人，但是你是4个人，是吧？狄、蜜、孟、张，4个人。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本性了。牛在在跟我爬山，居然把我当拐杖，敢把我当拐杖？按网上的话怎么说？物化女性。其实牛在在跟我是生死之交，在一路繁花里，我跳游泳池，他也跟着跳。那游泳池里很可能会有蛇，我真的挺担心他的。毕竟我是大女主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他这个咖位，随时都会杀青的。你看看我身边的这些朋友，牛在在走路跟不上我，赵英子爱晕倒，张纪中又一个爱晕倒的。跟你们录节目一定得当心一点儿。我一个什么都不服的女人，不能一会儿服完这个再去服那个。张纪中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的恩师，我特别感激他。因为我重生之后，他第一个给了我工作，对于我特别照顾。他也像我一样的有冲劲儿，60多岁从头开始。我是从头开始演年轻人，他从头开始生产年轻人。张纪中，我就不劝你锻炼身体了。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我只想劝你就别直播了，来拍短剧吧。短剧拍得快，拍完以后还有时间去学校接小孩。最后我想说，大家太爱提年龄，
这是一种很落后的表现。我不是被时间推着走的，我都是想走就走，而且我走得太快了，不仅牛仔仔没有赶上我，时代赶上我了吗？没有。时代要想赶上我，那就得把年龄、辈分丢掉，别再叫什么庆奶啊、姨呀、姐呀，叫我刘晓庆就可以。你们要是觉得不够尊重的话，也可以叫我则天。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重生、重生再重生，至少要活到150岁，上不封顶。我们大家好好的锻炼身体吧。对，今天是慎重承诺了的哈，我们要一起。我们在2100年见。等你们啊！我们要一起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晓庆。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主咖刘晓庆。还是有区分，还是有区分，小庆姐，还是有区别。你确实在说耿大勇的时候，和说其他人的情绪情感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，有一些突然的宠溺了起来，温柔了。而且就这状态，谁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对，勇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勇敢的做自己。下个世纪的事儿，咱们回头再说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纪，我们努力活得像小庆姐一样精彩。再次掌声送给刘晓庆。朋友们，今天所有嘉宾的表演都已经结束了，怎么样？今天精彩，够爽哈，又温情，又刻薄。看着心里面又暖洋洋的，又拔凉拔凉的，就是这种水火交融啊，让我找到了主咖这个节目的感觉。说明什么？还是得有主咖。我们在微博上，大家可以大声的替我们呼喊，喜欢谁啊？你赶紧来这个节目，是吧？喊的多了，万一他们不好意思了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先说今天，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要选出本场的 Talking， 请现场观众拿出手中的投票器，觉得今天谁表现最好就投给谁。投票。啊，小庆姐，如果只有一个 Talking 的位置，你给谁？张纪中。张纪中老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深刻，讲得很全面。好嘞。姐，深刻和全面其实不是脱口秀的评判维度。反正喜欢，不管，反正喜欢听。不管，反正喜欢听。那当然，反正我喜欢听。好嘞。志友老师，如果您手中有一票，你给谁？我给小庆姐。她不参加。但我你看你又得罪，我就想给他，我不管。因为你是小庆姐的183黑皮体育生 ，OK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谁会获得今天的 Talking。3、2、1，请看大屏幕。
今天的 talking 是小静姐吧？小静姐不在7个号里啊？对呀、不，这个节目太随意了。这节目我先捋一下，导演，一共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按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号？那今天最后投出来是第8号，请问你让我怎么圆这个事儿吗？但是因为小庆姐今天给节目定性了，我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所以恭喜本场的 talking 海天蚝油鲜蚝talking 真材实料，恭喜刘晓庆获得本场 talking， 请来到台中，同时我们也请豪为 talking 颁发奖杯。还说我比错了。谢谢豪豪，谢谢。谢谢。奖杯挺重的，我今年得的奖杯都特别重，是的，每一个奖杯都不好拿。没有一个奖杯是好拿的，同时每一个奖杯对于您来说，小庆姐都是实至名归。来 ，talking 获奖感言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有奖的哈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很震撼哈，因为我又跨界摘了一个奖，现在可能也就这个奖还没得过了。是的，而且是我觉得这个跌宕也太大了吧。首先我说获奖这件事就是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刚才这个张绍刚的数字有点说的高了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只得了24分，24票，结果突然从24票突然到这么重的奖杯，你们不觉得我进步太大了吗？这么大的跳跃，我觉得我有点头晕。我个人认为，年龄对我们来讲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，我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为自己而活着。谢谢，再次祝贺小青姐获得本场 talking。小庆姐今天为了这期的主咖，还给大家准备了惊喜。小庆姐要在现场给大家写幅字儿，写了。写。你的好啊，这个其实好啊，漂亮漂亮。哦，好，来。真漂亮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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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庆姐，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，都是小事儿，也送给各位。各位，我们再次感谢所有嘉宾的表演，也谢谢小庆姐送给我们的新年礼物，就是这幅字儿，是4个字，叫做“都是小事儿”，但是。都是小事是一种哲学，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的时候一种化解的方法。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只要想到精彩就在后面。今天遇到的都是小事，也希望今天的吐槽让大家开心。希望大家就算跌入低谷，也有着重新开始的勇气。不管是台下的朋友，还是屏幕前的观众，能像小庆姐一样，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想看哪些狠角色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关注效果公众号和小程序许愿，还有更多演出等着你。场上没拖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别走开，后面有彩蛋。